我們的保護卡改版咯，施工項目全面升級，未來將採用新版雙面保護卡，讓保障內容更完整，施工項目更清楚。那在影片開始前，記得幫我打開 CC 字幕。我在做副駕的时候，完全听不到我在打方向燈。哦，这麼誇張？對，就是因為它就是很差。現在開的這台 Candy 最新的，才剛交車沒多久。今天車主委託我們幫他做一個上路試車，看看說為什麼這麼新的車子開起來那麼直。那今天試做的是我們全車的套組，全車拆空，全部都做隔音，就很明顯的感覺到底下的噪音非常大，甚至更大的噪音是我們後車廂的部分，感覺整個噪音源都在我的後面跟下面，左右兩邊就有點不太明顯了。我觉得是因为它整台车的噪音太多了，会导致说风切声好像有點聽不出來。說不定這台車把气密性做得很不錯。像這種那麼有力的車，怎麼可以被重量給拖垮？車主就選擇我們輕量化積極版。那像這種貨車型的車款，他們都是差不多的致命缺點，就是它的後廂空間，空間太大了。我們剛剛就從74，然後到國3，做一個中速與高速的實際數據測試，讓各位跟着我們一起體驗看看，說安裝前、安裝後的差別在哪裡。那大家看到這個分貝數據，可能會覺得沒什麼概念，或者說那這樣又代表什麼？我們要是看同一台機器安裝前跟安裝後的差別的 dB 數是多少，這樣子才是比較準確的。可能這台分貝機在這台車可能是70、80，那可能你用別台分貝機來測，可能100多。所以我們要看的就是安裝前跟安裝後的差額是多少，這樣子才可以測出我們隔音可以降低多少分貝。但這數據也是參考用，因為畢竟很多因素嘛，天氣啊、環境啊都會有差。那我們來看一下原廠隔音用料用了哪些部位，它用了什麼。它那個輪子就是把室蓋打開才看得到我們這些螺絲孔位，才可以拆除。輪拱裡面非常的髒，要用我們的清潔劑來軟化這些油污跟髒污，再來做刷洗的動作。清潔完之後，貼上我們的制震材。它裡面的角度很崎嶇，所以我們在貼的時候要按照這些角度去塑形，然後用我們的滾輪工具去把它滾扎實，這樣它吸收震動的效果才會是最好。就會貼上我們的隔音墊，貼在這個靠近車室的地方。那前輪的話，我們葉子板這裡也會貼上我們的制震材。那隔音墊就是在 A 柱這個地方，很多車款原廠這邊都會附一層。那這個貨車啊是沒有的，打開門它直接透過來。它貼隔音墊，像我們之前有遇過，直接貼一層上去，就隔音墊的背膠就露在車內這邊。哦，就打開門就看到它那個背膠，髒污、灰塵全部粘在這。第一個是讓它更容易掉，再來就是離我們車室空間很近，那麼多髒東西，這樣應該不太好的。所以可以看到我們這裡就是做正反兩面雙層，就是讓我們門打開的時候不要直接對着背膠，那也可以看到我們的 logo， 而且這樣子做隔音的效果就可以更一個小巧思啊。那我們全部都做完之後呢，就要上一層我們的保護。第一是保護我們這些零件，讓它不要被這些塗料所波及。再來呢，就是我們可以利用這些保護去做出我們想要的線條與形狀，可以讓整體做起來是很完整，而且也比較美觀。那我們的隔音塗層，它不僅是保護我們隔音材料的用途，它還有我們隔音的效果。那這個塗層它也比較厚，所以我們等乾燥的時間就要抓得比較久一點。那我們看一下它的內規板，前輪呢就是直接全部都是塑膠，然後它完全都沒有吸音棉。那很多进口車都會用到這種絨毛的材質，它的隔音效果會比塑膠來得好。那我們現在把它洗乾淨，貼上我們的吸音棉，總共5層的隔音材料。輪拱上有制震材、隔音墊，還有隔音塗層；內規板上有吸音棉，還有隔音塗層，就會經過這5層的材料，去把這個噪音越減越少。因為每過一關，它的聲音穿透力都會減弱。沒錯。那我們現在全部做完，我們就準備來復位。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車內裡面的隔音材料用料怎麼樣。那我們頂棚現在已經做完，
那我們給大家看一下，它只有前座上方有4板，那前面的4板呢，它的構造比較複雜，需要拆的步驟就會變得更多，就要小心翼翼的把它一個一個拆下来，整個很難拆。前面呢，原厂居然有附自證材，然後但是它頂棚上面是沒有任何的吸音面。那现在我們清潔完之後，就貼上我們的自證材，就是要預留我們的孔位還有電線。貼完自證材之後，再貼上我們的吸音棉，把它整個覆蓋起來。然後它原本呢，前座座椅跟後厢空間中間有一個隔板，車主是把它直接先拆掉。那我們現在把上面這樣把它做起來之後，我們下雨天滴滴答答那種共鳴聲，可以把它抑制下來。高速行駛的時候，整個車體震動，頂棚它其實也是有非常大的關聯。那我們現在把它這樣抑制下來，然後等車主到時候再去做布工，把它做裝潢，這樣它的隔音效果就會变得更好。因為正常我們車體除了裡面的有些原厂會有少許的隔音材，內裝其實也算是隔音的一種。那我们带各位来看一下底盘，我们先把它的这些4板都裁掉，那就看到它底下這一塊地板，它的做工就是有一些毛邊，不拆不知道，但是看到這一個品質，因為不是也是一個質感不錯的車。對啊，看底下這個鈑金，它是有用一些自噴的材料，而且它面積還蠻大的。那它做這個2層的設計，家自己就會有一些置物的空間，那些空間我們都不放過。那我們連中層這邊把它卸下來，把它做得更完整。底盤到後車廂那一大片啊，感覺應該是沒什麼難度吧？可是你看後面這個平面的空間，它也是很多凹凸不平的角度。後面還有後葉底板的地方，我們也會貼上自證材，然後再貼上我們吸音棉，把這個空間呢整個填滿，讓它降低共鳴的產生。光是第一層自證抑制震動，它就會有隔音的效果，它的聲音就會聽起來不一樣。再加上一層吸音棉，再把這個聲音抑制下來，那我們整體行駛的感覺就會變得更沉穩。那我們接下來就去看一下門板，因為它是單滑門，所以它這邊還是有一個廂式空間，就有點像是我們後葉子板的空間，讓它延伸過來。那我們一樣就把這裡貼上自證，然後可以看到它原本這裡啊，就是一塊板子，但是可以看到它這個造型，它就是增加它的剛性哦。不然如果它沒有去支撐外面這塊板子，它的共鳴聲就會更明顯哦，所以它就會震得很厲害。對啊，對，滑門那一邊一樣也是一個板子，但裡面就多了一些線路啊、機關，因為那邊要開門。那它原本也是沒有自證材，那前門就是正常的4板，它的4板後面是沒有吸音面，這一點就比較可惜。然後它門板裡面是有自證，它的防水布啊是一塊非常非常薄的板子，算有點像水果盒邊邊的那個保麗龍，所以它非常的脆弱。我們師傅就很小心翼翼，慢慢的把它取下來。門4板上再貼上一層我們的吸音棉。那門這邊呢，就是做第一面的自證，然後外層也會再做上一層自證材。這邊就跟後廂一樣，塞入我們的吸音棉，讓它整個空間是被填滿，可以被吸收噪音的狀態。那接下來就是我們的後廂蓋。它原廠上面就有一些自證的材料，但它位置也太怪了吧？就是它後門怎麼不給自證材，反而是給後廂蓋？可能要抑制後廂的共鳴，還蠻酷的這個地方。我們會再貼上一層吸音棉。我們做門板，它可以抑制我們左右兩邊的噪音，加上如果有改喇叭，喇叭在震動的時候，我們的鈑金會因為喇叭震動產生共鳴，它的音質效果也會被這些共鳴所影響，有時候也會有一些異音哦，細碎的小聲音，對，然後把它抑制下來，喇叭的音場效果也會比較好。那我們吸音棉全部做完之後呢，就可以開始把我們這些4板啊、椅子啊、地毯啊，全部都把它復位。它復位回去一樣都是平整化，非常平整。給各位看一下，這樣子看起來有像安裝過汽車隔音的樣子嗎？因為安裝前跟安裝後看起來都是一模一樣，外觀會看不出來，因為我們都把材料都藏在裡面。頂棚那邊黑黑的，頂棚這沒辦法啊，因為它原本就沒有4板。那我們全部這樣復位完成之後，我們就要來做測試，看這些電器線路是不是可以正常做動。然後我們還要插上我們的電台，給它跑一個整段的流程。底下這些噪音把它抑制掉之後，我們左右兩邊的空接聲也要一定把它抑制下來，增加整體的氣密性。這樣整個車做完就可以達到很平衡的隔音效果。而且做這個不只可以隔音，又可以防水防塵，髒東西就不會那麼直接跑進去，不然每次開門裡面都那麼髒。而且車主那麼常往山上跑，做這個嘟嘟好押韻。
那我們現在在國道3號，這樣子體感開起來啊，後面的聲音少非常多，超級誇張的，整個共鳴聲都不見了。本來好像是有人一直在往你的頭後面敲，結果現在呢變得很平衡，就是变成我們正常的車子，不像是貨車那種很吵的感覺。对，就像有人在這樣很圓的摸你的頭。真的我心动。前面都會有那個撞風的聲音，就是變成它的風聲是在玻璃那裡，因為它比較仿嘛，对，所以它迎風面就會比較多。哦，這原本這些都聽不到，原本都整個都是後面的共鳴聲，然後整個環繞，然後整個很不舒服。現在做完，它的聲音呢變得比較平衡，不會說共鳴這樣特別突出，而且因為這個車還有做全車的膠條，對，它整個氣密性的提升也是非常有感。還有剛剛我們在上面那種大貨車、大卡車，對，經過的時候也差很多。我們在過那個伸縮縫啊，過那種坑洞的感覺也變得比較悶，所以整體做起來是非常滿意。講的我好像是車主，什麼感覺還是車主最知道。當然也寫一個心得500字，因為我会想來裝那個隔音，就是我在開高速的時候有沒有？我在坐副駕的時候完全聽不到我在打方向燈。哦，这麼誇張？對，就是因為它就是很差，只要說它的目標有達到我想要的，說我旁邊有聽得到這個方向燈的聲音，這樣子我就覺得有落差了，就錢就值得了。像我這樣子就覺得隔音已經差很多了，頻率就有差。對，就等於快跟我那個 T-Rock 的聲音一樣。哦，之前沒裝的時候是非常吵，現在裝完就感覺就跟那個 T-Rock 開的噪音差不多了，沒那麼吵。後車升級成高級休旅車，就覺得安靜很多我們一開始測試的時候就感覺後面有很明顯的那個共鳴聲。對。对啊，你看就覺得很安靜，我就覺得我這樣子就已經很滿意了。那開這麼快，你也不覺得聲音很吵啊？主要是那風切聲已經變，好像已經幾乎差超一半以上。那姐姐，你覺得這樣我們停紅燈有差嗎？差很多，幾乎也是聽不到什麼外面什麼聲音啊。有沒有你這種感受？就車經過好像都沒事啊，對啊，也不會輸給我選的那一台啊。你現在是那個3土匪，對，最新款那個。對，他那一台隔音真的很好。我那時候我要裝的時候，我先就怕說隔音效果不會很好。他就是用藍牙耳機收接電話的時候，我就看他高速的時候就聽不到，一直跟客人說他比較吵。所以我想說這有安全性的問題，這個錢我一定要花，什麼都要省，這筆錢我一定要花，不然你萬一怎樣子的話，這樣就不止那些錢了。然後我女兒說你不要亂去找人裝，我說我 Google 過了，我說你們的評價很高。謝謝。因為錢都要花下去，當然要只找最好的。我覺得很滿意啊，我覺得花得很值得。然後我會推薦給如果覺得車子噪音比較大的，可以來找你們做。因為我有 Google 過說看別家，可是我覺得你們評價是最高的。謝謝。所以我就從新竹開車下來給你們做。好，我就覺得值得。好，那謝謝姐姐陪我們上路這樣做實測跟拍攝。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邊結束了。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按讚、訂閱、加分享。底下留言，你想看什麼樣的車款，說不定下一台就是你的車哦。值得推薦。